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您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在商业领域掀起巨大波澜的书籍《增长黑客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肖恩·爱丽丝、桑爱丽丝和摩根·布朗 （Morgan Brown）。肖恩·爱丽丝被誉为增长黑客之父，他曾帮助 Dropbox、LogMeIn 等多家公司实现了爆炸式的用户增长。而摩根·布朗则是经验丰富的营销专家和企业家，在数字营销和产品优化方面有着卓越的见解。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，在当今竞争激烈、变化莫测的商业环境中，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传统的营销方式往往成本高昂且效果有限，而增长黑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方法。它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，能够打开企业指数级增长的大门，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用户，显著提高收入和市场份额，那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？也许你会觉得这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，但增长黑客中的理念和方法却让这个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。就像 Facebook、Airbnb 等公司一样，他们曾经也只是初创企业，但通过运用增长黑客的策略，他们迅速崛起，成为了全球知名的巨头。或者，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：你是否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？你的产品非常优秀，但用户数量却始终难以突破。你是否为了推广产品而投入了大量的资金，但效果却微乎其微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么增长黑客将为你提供解决方案。它将教会你如何以更低的成本、更高效的方式获取用户、激活用户、留存用户和实现盈利。什么是增长黑客？增长黑客 Growth Hacking 是一种以数据驱动为基础，专注于用户增长的方法论。它打破了传统营销和产品的界限，将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。增长黑客们通过创造性的思维、技术手段和数据分析，不断地寻找新的增长机会，并快速地实施和迭代。正如书中所说，增长黑客就是那些以增长为目标的一群人，他们以数据为导向，依靠技术手段突破传统营销的局限，为产品或服务寻找新的增长途径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增长黑客利用了人们对新奇事物和快速反馈的渴望。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们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分散，传统的营销方式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，而增长黑客则通过快速迭代和优化，能够在短时间内给用户带来明显的价值提升，从而吸引和留住用户的注意力。利用增长黑客的方法，企业可以降低获客成本，通过精准的用户定位和有效的营销渠道选择，企业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取高质量的用户。例如 Hotmail 在早期通过在每封电子邮件的底部添加一句简单的广告语 I love you, get your free email at Hotmail， 实现了用户的快速增长。这种方法不仅成本低廉，而且能够精准地触达目标用户。提高用户留存率，通过不断地优化产品体验和提供个性化的服务，企业可以提高用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。例如 Netflix 通过分析用户的观看历史和偏好，为用户推荐个性化的影视内容，从而提高了用户的留存率。实现病毒式传播，通过设计有趣、有价值的产品功能和营销活动，企业可以激发用户的分享欲望，实现产品的病毒式传播。例如 Dropbox 通过邀请好友获得免费存储空间的活动，成功地实现了用户的快速增长。增长黑客的核心习惯：数据驱动，数据是增长黑客的基石。增长黑客们通过对数据的深入分析和挖掘，能够发现用户的行为模式、需求痛点和潜在的增长机会。书中提到，数据是增长的燃料，没有数据，我们就如同在黑暗中摸索，无法知道我们的决策是否正确，也无法知道我们的努力是否有效。从逻辑上讲，数据驱动是基于客观事实做出决策的一种方式，它避免了传统营销中常见的直觉判断和经验主义带来的风险。通过对数据的分析，企业可以了解用户需求，通过分析用户的行为数据、反馈数据和交易数据，企业可以了解用户的真实需求和偏好，从而为产品开发和营销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。例如，亚马逊通过对用户的浏览和购买历史进行分析，为用户推荐个性化的商品，从而提高了用户的购买转化率。优化产品体验，通过分析用户的使用数据，企业可以发现产品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，并进行及时的优化和改进。例如 Facebook 不断地对用户界面和功能进行优化，以提高用户的满意度和使用体验。评估营销效果，通过对营销活动的数据进行分析，企业可以评估不同营销渠道和策略的效果，并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。例如，企业可以通过分析广告点击率、转化率和投资回报率等数据，来确定最佳的广告投放策略。快速迭代，增长黑客强调快速行动、快速测试和快速迭代。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，机会稍纵即逝，
只有快速的响应市场变化和用户需求，企业才能保持竞争优势。书中指出，速度是增长的关键。在当今快节奏的世界里，那些能够快速行动、快速测试和快速迭代的公司才能取得成功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快速迭代能够给用户带来新鲜感和持续的价值提升，从而提高用户的忠诚度。同时，快速迭代也能够让企业及时的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，避免更大的损失。应用快速迭代的方法，企业可以一、快速验证想法。通过快速的构建原型和进行小规模的测试，企业可以快速的验证自己的想法是否可行。例如 Zappos 在早期通过在网站上发布一些鞋子的图片，并承诺在一定时间内发货，来验证用户对在线购买鞋子的需求。二、持续优化产品。通过不断的收集用户反馈和数据分析，企业可以持续的对产品进行优化和改进。例如 Evernote 不断的推出新的功能和更新，以满足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。三、适应市场变化。通过快速的调整产品策略和营销策略，企业可以适应市场变化和用户需求的变化。例如，在新冠疫情期间，许多企业迅速的调整了产品和服务，以适应人们新的生活方式。三、跨职能合作。增长黑客不是一个人的战斗，而是一个跨职能团队的合作。增长黑客团队通常由来自产品、技术、营销、数据分析等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。书中强调，增长是一个团队运动，只有当产品、技术、营销和数据团队携手合作时，才能实现真正的增长。从逻辑上讲，跨职能合作能够整合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技能，从而为问题的解决和创新的产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。同时，跨职能合作也能够避免部门之间的沟通障碍和利益冲突，提高工作效率。应用跨职能合作的方法，企业可以一、打破部门壁垒。通过建立跨职能的增长团队，企业可以打破传统的部门壁垒，促进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作。例如 LinkedIn 的增长团队由产品经理、工程师、设计师、数据分析师和市场营销人员组成，他们共同致力于用户增长的目标。二、激发创新思维。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在一起合作，能够激发创新思维，产生新的想法和解决方案。例如 Alibaba 的增长团队通过与设计师合作，重新设计了用户界面，从而提高了用户的预订转化率。三、提高执行效率。跨职能团队能够快速地做出决策，并迅速地采取行动。例如 Uber 的增长团队在发现用户流失率较高的问题后，立即与数据分析团队合作，分析用户行为数据，并迅速地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改进措施。四、关注北极星指标。北极星指标 North Star Metric 是企业增长的关键指标，它反映了用户对产品或服务的核心价值主张。增长黑客们将北极星指标作为衡量增长效果的唯一标准，并将其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。书中写道，北极星指标是增长的指南针，它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否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关注北极星指标能够让企业集中精力，避免被其他无关的因素所干扰。同时，北极星指标也能够让企业明确自己的目标，并激励员工为实现目标而努力。应用关注北极星指标的方法，企业可以一、明确增长目标。通过确定北极星指标，企业可以明确自己的增长目标，并将其传达给全体员工。例如 Facebook 的北极星指标是月活跃用户数 MAU， 这使得整个公司都围绕着提高用户活跃度而努力。二、优化资源配置。通过将资源集中在与北极星指标相关的领域，企业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。例如，如果企业的北极星指标是用户留存率，那么企业就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用户留存策略的制定和实施上。三、评估增长效果。通过监测北极星指标的变化，企业可以评估增长策略的效果，并进行相应的调整。例如，如果北极星指标没有达到预期目标，企业就需要分析原因，并调整增长策略。三、经典案例分析。一、Hotmail 的案例。Hotmail 在早期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，为了获取用户，他们尝试了各种传统的营销方式，但效果都不理想。后来，他们采用了增长黑客的方法，在每封电子邮件的底部添加了一句简单的广告语 ：I love you, get your free email at Hotmail。这个案例体现了增长黑客的以下特点：一、低成本、高回报。与传统的广告投放相比，这句广告语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但它却带来了巨大的回报。Hotmail 的用户数量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爆炸式的增长。二、利用用户的力量。这句广告语利用了用户之间的口碑传播力量。当用户发送电子邮件时，他们实际上是在为 Hotmail 做免费的广告。三、简单而有效。这句广告语简单明了，易于记忆，并且能够准确地传达 Hotmail 的核心价值主张。二、Outbound 的案例。Outbound 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用户增长的瓶颈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他们采用了增长黑客的方法，对网站进行了优化，
并推出了一系列创新的营销活动。这个案例体现了增长黑客的以下特点：一、数据驱动。IBM 通过对用户行为数据的分析，发现用户在进行搜索时，往往会查看多个房源，并且对房源的图片质量非常重视。基于这些数据，他们对网站进行了优化，增加了房源图片的展示数量，并提高了图片的质量。二、快速迭代。IBM 不断地对网站进行迭代和优化，例如，他们根据用户反馈，不断地调整网站的用户界面和功能，以提高用户体验。三、跨职能合作。IBM 的增长团队与产品团队、技术团队和营销团队紧密合作，共同致力于用户增长的目标。例如，他们与设计师合作，重新设计了用户界面；与工程师合作，优化了网站性能；与市场营销人员合作，开展了各种营销活动。总而言之，增长黑客是一本充满智慧和洞察力的书籍，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，让我们能够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实现快速增长。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：一、打破传统思维，它让我们摆脱了传统营销和产品的束缚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增长问题。二、提供使用方法，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实用的方法和工具，让我们能够快速地找到增长机会，并有效地实施增长策略。三、强调数据驱动，它强调了数据在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，让我们能够以客观、准确的方式评估增长效果，并做出明智的决策。朋友们，如果你想要在商业领域取得成功，那么我强烈建议你阅读《增长黑客》这本书，并将其中的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实际工作中。最后，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激励大家：增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但如果你愿意付出努力，并采用正确的方法，那么你就一定能够实现快速增长。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，成为增长黑客，用智慧和勇气去开创属于我们自己的辉煌未来。